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学，请大家翻开广论358页，倒数第2行，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原文。此中因相，若不以此为足而持其心，更求显了数令明现，所缘虽可略为显了，然非仅不得心安住分之三摩地，且障得定。又若所缘虽不明显，然于半分所缘持心，亦能速得妙三摩地。其后明显，既转增进，则易成就明了风骨。此处智君论师教授现见极为重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不满足于此而摄持内心，想要更进一步显现得更加清晰，为了显现得更加清晰而反复的明现。当我们这么做了之后呢，虽然那个所缘境也许能够稍微变清晰，但是不仅无法获得内心住分的三摩地，反而会成为获得寂止的障碍。即使所缘还没有非常清晰，但是针对半分所缘而支持内心，就能迅速的获得三摩地。获得三摩地之后，接着就会越来越清晰，所以能容易的修成清晰的部分。这呢，是出自于智君论师的教授。宗大师强调说，现见极为重要，所以宗大师认为智君论师的这段修订的教授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呢，也教诫我们说，我们观修佛像要以总相来观修，并不一定要一开始的观想的很细微。如果观想的太细微的话，反而可能会产生障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眼睛开始去看，就反复的看。但是呢，在正修奢摩他的时候，是用意识去缘取的。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可能是那个意识现起的时候不是很明显，或者一会儿就忘记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同时用眼睛和意识一起去缘取也是可以的，没有过失。因为初学的人怎么样啊？散乱啊，随着调举而看不清楚所缘境，所以一开始好好的看，仔细的看是非常重要的。看完了之后要把它记住，对吧？然后明现，用意识缘取的时候就专注，注意专注在一个总相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管好我们的心，不要一直去执着细微的部分。如果太注重细节的话，把注意力都放在比如说佛像手印啊，然后脚的位置啊，身体的姿态，衣服的颜色，甚至璎珞，甚至一朵花，然后法器，就一直要把这些细节都弄得特别清晰的话，观想特别细微的话，那内心就无法定在一个所缘境上。那么呢，虽然没有把佛像的细节观想清楚，但是呢，如果是一直缘着佛像的总相，就是心缘着这个佛像的总相，缘着一个境的缘故，就能够迅速的，注意快速的迅速的获得奢摩他。能够快点得定是我们所有修定的人的最大愿望。所以呢，此处呢已经交代了能够迅速的得定的办法，这是宗大师引用智君论师的教授来教导我们的如何观修才能快速的得到奢摩他，这点非常重要。
大师的这个教授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自己观察一下，会不会发现说其实不注意是非常容易犯的。想想，因为我们在观想的佛像刚刚有一点清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会隐隐的有一些兴奋和欢喜，难以抑制的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观想得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清晰，想要观察得更清楚这件事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提起的正念，就是经典上和善知上的口诀是什么？就是对这个半分清晰的总体的佛像要生满足想，并且呢，以这样的有一点轮廓的这样的一个佛像开始修持摩他，就可以得定。注意，并不是所缘的佛像越来越清晰，那才是修定，而是要讲心安住在半分清晰的这个所缘境，也就是佛像上修定。然后这种修定的方法才可以得定。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生摩他的时候呢，如果数数的努力让所观的这个影像，所观的这个佛像越变越清晰的话，这是会扰乱，这是一个岔路口，是通向扰乱。即使呢所缘还没有非常清晰，注意正确的就是即使所缘还没有非常清晰，但是针对半分所缘而直持内心，就能够迅速的获得三摩地。这种修法通向迅速的得定。所以没有清净的善知识的传承教授，修行者在这里呢，大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可能会产生流难吧，就是浪费太多光阴啊，走上了错误的修订的方式，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大师在此反复的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然后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放在心上，这是用功的最佳指导，我们呢千万要依教奉行。其实控制自己呢，想要把佛像越看越清楚是有点难度的，因为那种感觉就是想要把佛像越看越清楚的，就是这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吧。说在那个时候一下子清楚，一下子没那么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接下去看，还是要沿着正确的方式看文。说若不以此为足，而持其心，更求显了数令明现。说我们的心处在一个极不满足的状态，然后更要去欲求呢，佛像要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而且数的呀，它不满足，它一遍一遍的努力，然后让所观修的善所缘更加清晰。形象吗？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就好像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神的这个注意力，想要越来越清晰，努力的看，然后一遍一遍的努力。可是这个时候呢，这种努力会障碍得定。那么再看原文，说所缘虽可略为显了，然非仅不得心安住分之三摩地，且障得定。说所观修的虽然会略为清晰一点，就是数的看，说前面那个数的看，说这个所观修的虽然会略微清晰一点，但不仅得不到定，而且会障碍得定。那大家想想，障碍得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这种用功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障碍，我们就在制造障碍，和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呢，很显然一定要意念善知识的教授，然后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想要怎么修就怎么修，我们一定要走在修止的正确的路上，一定要切记这一点，切记。再往下看，又若所缘虽不明显，
然于半分所缘持心，亦能速得妙三摩地，其后明显即转增进，则亦成就明了风故。那么正确的方式就是沿着半分的佛像来修订的话，即使所缘还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呢，针对半分所缘而直持内心，就能迅速的获得三摩地。其后明显即转增进的期，就是指获得了三摩地。其后呢，就是获得三摩地之后，所缘反而越来越清晰，能容易的修成清晰的部分。注意，速得妙三摩地的速字，快速。这个快速的方式是什么呀？不是一遍一遍的非常费力气的让所缘清晰，而是当我们得到了一个半分所缘清晰半分的时候，所缘不是像我们希求的那样清晰，是半分清晰的时候，对这样的一个所观修的佛像持心。注意，这种方式才能速得妙三摩地。接下来精彩了，这里边呢得到了妙三摩地呢，而且我们所要的清晰呢就更容易到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边有一个次第呀？先上手的话叫不要先求清晰，有个总体的佛像半分就可以了，对不对？先不是要求清晰，要求一个总体的。然后呢，先对于半分的所缘持心，持心之后得到什么？得到定。得到定之后呢，它就又会更容易清晰。可是如果把这两个次第倒过来，就是先求清晰再求定的话，那就是障碍，就得不到定，对不对？一定会对得定产生障碍。所以大师说现见极为重要。在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讲的稍稍仔细了一点，然后就拜托大家也仔细的听，因为我特别担心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呢，就是又随着自己的习惯，然后忘记了经典上的教授，忘记了宗大师的叮咛，反而走在一个会生障碍的路上。所以呢，就是拜托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依大师的教诫来修行，依照清净的传承的教授来修订，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到这里，谢谢。